他们把你的衣服送过来了。咱走吧。走吧。有你多一天，泪湿一点。大闹了。我们进去吧。领证了，对啊，拦着所有人领证，仅次于私奔啊！我去厨房烧点好吃的给他们，新婚得吃点好的。哎，用不着你了，你先坐下。不在家吃，今天晚上老太太要过来，这是大事儿，肯定得厨房做饭，而且必然是大宴，你明白吗？也是。那我去把他们的房间收拾一下。来，外婆。走吧。坐坐，坐吧坐吧。那是谁呀？秦家老太太啊，那位的亲妈。哦，自从大少爷亲妈去世以后她就再也没来过。哎呀，我挺喜欢这个老太太的。我去过他们家2次。我跟你俩说只有这个老太太，才能镇住里面那2位。哦，镇得住好啊！自然界讲求的就是个食物链，一物降一物，把关系捋顺了，天下才能太平嘛。
是不是？哎，分析的也对啊，有道理。来喝茶。啊，小心点。小心的是你，好不容易带你出来晒晒太阳。新婚快乐！不是说要睡了吗？是啊，挺困的。那为什么还站在这儿？新婚快乐！这句话是外人祝贺我们说的，不是你说的。我茶。这个是莲子心鸭泡的水，喝2口可以助睡眠，但不能喝得太多。晚上你如果醒过来口渴的话，还可以润喉。嗯。那我去睡了。晚安。晚安。订婚取消了，正好慢下来谈恋爱。结婚的事儿不急。这样的方式送戒指，还有祝自己合法妻子新婚快乐的男人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他做得出来了。撒这么多。心跳1、2、3、4，开始承诺，为你谱成爱的节奏，陪你到世界的尽头，付一生的守候。我是人的美感，看门槛，到了。
喝了多少啊？680毫升左右吧。你们用2杯喝的呀？700毫升吗？我喝20毫升吗？哦，不难过，不难过，不难过，啊，咱不难过啊！哎呀，那个破化学教授，凭咱的美貌，分分钟给他找10个回来啊！哎，真的是。干嘛你？忽悠我啊？我结婚了。啊？准确的说是领证了。哦，怪不得那天。就是那天。可以可以啊，你们俩牛啊！我到现在还是懵的，我还没告诉我爸妈呢。没告诉他们。周生辰说，等他出差回来和我一起去，比较正式。哦，倒也是。你们俩一起回去解释比较好。哎，我真的想知道，他到底做了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儿，能让你愿意立刻领证啊？没做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因为不特别，甚至有点笨笨的，才显得特别真诚。我当时特别乱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强烈的预感：如果不答应，一定会后悔，后悔一辈子。恭喜恭喜，已婚少女！哎，我晚上再回来慢慢跟你说。我们现在去趟超市，我刚看冰箱全空了。你这几天怎么过的？无论我怎么过的，都没有你这2天精彩啊！给我看看，这么大黄钻啊！已婚少女，你们俩这是把螃蟹当儿子养呢。螃蟹吃的比我都好。那螃蟹养了又不吃，养还干什么呢？那螃蟹喝酸奶吗？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哎，我把你当成我朋友了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怎么不告诉我？害得我尴尬死了。叫你了，你没听见？刚把一个男的当成你，我有个巨尴尬的委屈，我气死。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，螃蟹应该不能喝酸奶。啊？哎，那个人从超市出来就一直跟着我们。对。你在超市到底和他说了什么啊？不是，我就问他螃蟹喝不喝酸奶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。好巧啊，你们也住这儿啊？你们别误会啊，我不是跟踪你们，我在这租了房子。拜拜。拜拜。他不真住这儿吗？走吧。哎，真的。After receiving a marriage message from someone, we moved away and there is a surprise in the bedroom.
I wish you a happy wedding. 哥，为什么不让嫂子给你带上？我不想连这种事情都要求她做。这不是要求，是浪漫。也许某一天，她看到我已经戴上结婚戒指了，才是浪漫吧。还刻字了，4月初7。 赶紧擦它。哎，你40度的温度不开空调，你不怕中暑啊？这2天空调坏了，杂音多，所以只能关了嘛。过去没空调的年代，前辈们不是照样这样过来了吗？你那个科学家未婚夫，已婚。对，是已婚了，有什么分别呀？领了证立刻2国分居。有啊。 合法啦？那你合法占有人家了吗？从心到身，你小声点。好吧，那我问点正经的。他这2月干嘛去了？去做金星地表的微量组分和半微量测试分析。欺负我听不懂哦。你听不懂正常，我胡说的。说实话啊。 我一直不知道你喜欢上的是一个以人类发展为志向的科学家，这种人对男女之间的事情看得很淡吧？可能吧。相处起来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啊。都聊些什么呀？什么都聊啊。从人类发展起源开始聊起啊。哦，还聊直立人是如何消失的呢。哎呦，佩服。不过他恰好是我最喜欢的一类人。 过去我看历史题材的东西，就在想，如果我生活在古代，一定会爱上一个心怀天下的男人。男人啊，总要做些事儿和名利、爱情无关，天天谈情说爱的不太适合我。天天谈情说爱我也不喜欢。不过我喜欢没有野心的男人，喜欢家庭啊，喜欢小孩子啊。总之一句话，婚后主内，帮我照顾好家庭，可以让我放手干事业。你确实适合这种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家里有事。是娘家有事还是婆家有事啊？你猜。肯定是婆家有事。哎，恋爱的女人。林叔，您在车里等，还有空调，外面多热。岁数大了，不怕热，走吧。谢谢。
一片准备种点什么呀？种薄荷吧，这里离客厅近，种薄荷防虫。哎呀，等这星期家具都搬进来啊，就差不多了。老太太给你的。什么？她不肯买，都是自己亲手剪的。我跟她解释了，说等婚房装修好了再用，现在用啊也浪费。不过等搬进来都不算新婚了，贴着会奇怪吧？哎，没办婚礼呀，你呢还是10亿小姐。等什么时候办了喜宴，贴了喜字，再承认他是你先生。好。看着他结婚呐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。谢谢你接受他。您这话说的，好像遇不到我，他就要打光棍似的。他这人呐，毫无情趣可言，也就你受得了。我觉得挺好的。在我心里啊，他就是半个儿子，你也一样，半个儿媳妇儿。我总想能为你做点什么，弥补他不能陪你的时间。赶巧了，我这2个月特别忙，幸好他不在上海，否则他独守空闺，我还过意不去了呢。还是你懂事。我去看看他忙得怎么样。你们吃饭总要说话的吧？我吃饭的时候都不怎么聊天，除非是聊工作方面的事情。你再这么聊天，就把天聊死了。我这个人确实吃饭不喜欢聊天，但我喜欢听别人说。我之前每次去各个地方做交流的时候，我都会很喜欢吃饭的时间，因为在一起吃饭的老师都是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。虽然吃饭的时间很短，但收获很多。我以前的生活很单调，一天在实验室里的时间差不多能有15或者16个小时，然后凌晨回到宿舍，天亮了又回到实验室，一直都是这样。所以我怕跟你聊工作你会觉得无聊，但聊别的我又不是特别的了解。可以聊闲话呀。闲话，比如呢？比如，你今天吃了什么，或者身体哪不舒服了，比如天气，随便什么都可以。这样我可以多些话题，多了解你。比如，今天阿姨做的菜有点咸，我喝了好多水。是有一点咸，吃得太咸的话会对血管不好。我明天提醒他一下。为什么不好？人的身体如果有足够多的一氧化氮，就会使血管变得更加的柔软、放松，或者血流通畅。如果吃得太咸的话，就会阻碍一氧化氮释放，影响血管的扩张功能。果然跟你聊着聊着就严肃了，和你聊家长里短真不容易。我去把窗户关上吧。不用了，听着雨声睡挺舒服的。我怕你着凉。这不是有被子和你吗？睡了。你不盖啊？我不冷。诗怡。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
本来应该是我想办法逗你开心的，结果今天都是你一直在努力。我发现你有时候老实的要命。怎么不说话呀？周深辰，你转过来，我想看着你。转过来。这样。你面对着我。这样。晚安。他喝了180吗？你怎么能让他喝这么多？他不是心情不好吗？非要跟我喝，我又不能喝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只能陪他喝呀。行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我来照顾他。梅大律师，你不是吹嘘自己千杯不醉吗？和林飞这种从不喝酒的都能喝成这样，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。